Hello，各位，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优酷生花剧场，我的山与海。今天呢，这个直播呢是一场家庭的唠嗑局，所以说各位可以期待一下，究竟在这个家庭当中有几位成员会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和大家分享呢？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在优酷当中来支持我的山与海。今天呢，我们这一场唠嗑局，好好的来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这部剧当中温馨美好的时刻。那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几位主演光临直播间，欢迎几位。Hello， Hello，那我们请几位依次跟屏幕前的观众先打声招呼吧。首先，松韵。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在我的山与海里面饰演的是方婉之。欢迎婉之。接下来有请志廷。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志廷，在我的山与海中饰演高翔。好，欢迎高翔，欢迎我们的高校长。接下来，王劲松老师。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劲松，在山与海中扮演的是方婉之的养父孟思远。欢迎孟爸爸啊！好，接下来刘威老师。各位好，我是演员刘威。在我的山与海当中，我扮演婉之的亲生父亲，生父。格外强调了一下。好的，欢迎我们的何爸爸啊，何永旺。那当然，最近呢，大家都在这部剧当中跟随着我们的婉之在深圳打拼啊，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实除了热血的创业之外呢，很多观众也特别喜欢我们在这部剧当中有很多温馨的时刻。比如说，在此刻屏幕当中，其实这三位都是对于婉之非常重要的三位男士。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这部剧当中关于亲情、关于友情的这些画面和时刻。那首先呢，我们先让松韵和大家分享一下吧，能不能先分别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下这三位男士和婉之之间的关系？婉之和孟思远就是非血缘的至亲，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然后跟何永旺就是他的生父，我觉得是根脉之汉，就是血缘是他的根，但只有血缘就是他的遗憾。然后跟高翔，应该说是欢喜知己。因为确实两个人也是属于这种欢喜冤家，然后呢也是互相扶持，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那刚刚呢，我们松韵已经分享了婉之和这三个角色当中的一些关系，其实有的是愧疚，有的是血缘啊，有的是知己啊。那当然，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通过一些环节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在剧当中的一些名场面以及我们这些关系。那接下来，首先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先让三位老师回应一下刚刚我们松韵的这个关键词，你们有没有收到，或者是你们怎么样去看婉之和自己这个角色的关系？先问一下志廷，刚刚说到了知己，这个同意吗？刚才说到了欢喜知己啊，真的欢喜吗？谭老师？不对，应该叫冤家知喜，冤家知己。对，因为前面在播的几集中，其实那个方婉之一直还是挺讨厌高翔的啊，是逐渐成为了这个知己嘛。就有点相爱相杀的感觉。是的。那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孟爸爸，觉得跟婉之之间的关系，刚刚其实有提到这个，其实是有点愧疚的感觉嘛，对吧？那我们孟爸爸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知己？因为这个婉之他说的跟孟爸爸之间的关系，这是没问题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孟爸爸对他，因为对于婉之的生命来说，孟思远不是唯一，但是在孟思远的生命里，方婉之是他的唯一。因为方校长去世了，方婉之啊，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脉，就是这种养父的血脉啊。就像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婉之是孟思远的唯一。哇，孟思远的唯一，您看看刚刚说到这个孟思远的唯一，我们的刘威老师，相视一笑。
来帮我们何爸爸分享一下刚刚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啊，说到的是血缘之憾，就是只有血缘，这个我们何爸爸回应一下。这个角色吧，由于这样的一个定位，和这个包括我们剧本的要求，其实我觉得我整个戏都在演，其实就俩字儿：遗憾。然后遗憾就可能带出很多词儿来，比如说悔恨，比如说痛苦啊。其实这是我经历的，我演过很多父亲啊，这是一个特别没有快乐的一个父亲，但是内心呢又是特别激荡的那么样的一个父亲，就是由于文化他这个人的背景，这样的文化这样的条件下，这样的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因为他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以及他个人的这个文化也是要进步的啊，随着这个改革开放的变化，他肯定也要进步的，思想也会变化的，但是他内心的这种遗憾、悔恨、愧疚，这个是终身从头至尾都是带着的，因此他没有。我没有在这个戏当中特别欢快过一次，即便欢快，他也一定是带着一些悲哀的沉重的东西在里边，他就没有特别的极致的开心。谢谢刘伟老师。所以说，其实，很多的关系是建立在两辈人之间的很多差异和时代背景之下，以及当时大家不同的选择所产出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环节呢，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两代人，大家的两个不同的场景和时代背景之下，大家会不会互相了解当时当今？那我们准备了一些各自年代的一些图片和流行的话术。接下来我们分别让我们的婉之、高翔，还有我们的孟爸爸、何爸爸，我们分别来进行一个小小的 PK， 看一下大家是不是了解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的一些流行产物和话语。那首先我们先考验一下松韵和志挺，好不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图片，看一下两位知不知道它的这个名字是什么？这个松韵知道吗？哎，这个铁圈，小时候有看男孩子玩过，叫什么铁圈来着？铁环。我小时候玩过，实话实讲，我真没玩过。滚铁环。这个我们东北就叫轱辘圈儿。轱辘圈。这种你看一轱辘，这个拿铁丝，我们自己都会做。现在我也会做，这都是自己做的，都是小朋友自己做的。是拿那种铁丝，然后给它圈起来。对，拿铁丝。关键这个圈不是技术，那个就是推的这个推杆这是个技术。它先有一个转弯的一个凹槽，然后掰过来之后变成一个90度的这个，变成一个90度的这个对 U 型这个杆儿啊，然后再推着那个圈，借着那个惯性。前进有这个比赛，我们小时候还有看谁最快，然后还要拐弯有很多技巧，还过障碍，还过障碍。前面搁一砖头，他跳起来，你飞过去，然后还得推着这个圈接着跑，很有意思的。哎呀，就那会儿的玩具好像都是自己做的啊。对，基本上男孩子的全都是不会花钱买。也没钱买，还有钱买玩具，疯了。对，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沙包也是自己用那个米放进去，然后缝。对，异曲同工。对。还有很多毽子也是自己做的，踢的那个毽子。对，我做过。我们家那养了一只大公鸡，都快被薅秃了。真鸡毛，都去做毽子了。真鸡毛毽子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滚铁环，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看看松韵和志挺知不知道这个？这是他写的是啥？这个是真有年代。1市2。1市2。什么叫1市2？你也说说。你猜什么叫1市2？就是1市2是谁？块钱。 2两的。是1块2。 2两。2市2。来，那我们直接让刘伟老师来揭晓答案吧。1两。对，它就是1/10斤。对，这个1两，我们叫对
就是如果按公斤算，它是1/20，对，要按1斤算，它就是1两。我们说那个一般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还使用这个东西，就是去买饭的时候，你要1两米饭还是2两米饭？一般馒头是2两一个，米饭就可以单要了。比如说像我们学校一般都是，就是他蒸的那个米饭就切成块儿，特别像那个砖头的一半，那是4两，就是4两米饭。那个面积大概那我知道它是啥了，粮票。没错，对，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啊？粮票，因为小时候有听爸妈说过这个，它是一个重量单位，我们那就叫1市粮，对。这个你们选的这个上海的这个粮票啊不够典型，我要补充一下，上海有半两的，半两，还有半两，对，只有上海有半两的粮票，25克，咱还真知道，还真是有半两的1/2两。威哥应该能想起来，上海有半两粮票。对，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比如我在东北，我去上海上大学，要在家里换好了全国粮票，然后到学校把全国粮票交给学校去换上海的粮票。他每个地然后再拿上海的粮票，再拿上海的粮票去买饭票，很复杂。通用粮票，全国通用可以，也可以买，但是那个就比较少。对，是有限制的。你要去拿这个全国粮票的话，一般到这个粮店你要开介绍信的，你才能够领出来全国粮票。要正常发的都是当地的粮票，就不是那么普遍那种全国。不是，因为你那时候你要出差，你比如说从那个这个省到那个省，然后你就要用全国粮票，因为每个省的粮票都不一样。明白。我们来看下一个，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看看松韵跟志婷知道是什么吗？来看下一张图片，这个我知道，他肯定知道，煤油灯，对，他排过古装戏那都有，对，在戏剧院上学的时候也老用，对，做小品的时候用，对，排作业的时候都得用，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位我们的父亲父辈，他们会不会知道现在这个时代之下有很多新颖的词汇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词，磕 CP，这我知道，这应该没问题吧？这维哥也知道。我这个好像说不准。什么？说来听听。磕 CP，比如说我在那个山与海里边，比如说跟威哥有戏，大家就说你们俩在一起搭档特别好啊，你们俩特别在一起，希望你们下次还在一块演，这就叫磕 CP。你看，就是网上都在说我和谭松韵这个事儿，就是磕 CP 啊。对原来是这样，谢谢。原来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季总，你比我还要时髦。行，那咱看看下一个，这个2位可未必知道了，爱你老几，这是个网络词儿吧？对，是的。对，我看见过这词儿，我一直没弄明白。我大体上理解就是说，你对自个儿好就叫爱你老几，是不是这意思？还时髦，你看看，是吧？你看，你就是知道什么大体知道，不是你就是知道吗？老高，你来说一下，他那个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对，就是您说这意思，就是对自己好，就是爱你自己。我理解的啊，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松韵呢？松韵也是这么认为。对，就是爱你自己。他只是对自己的称呼就成了老几。是自己说自己呢，还是别人说你？对啊，这样自己说自己，因为是自己嘛。他也可以对你说，你要爱你老几哦，就爱你自己哦。就是要多对自己好一点。是这个意思。是。好，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词来看一下，主理人。这我不理。怎么说呢？组里人啊，威哥知道。我不知道，我这搞不懂，完全。这跟主持人有关系吗？完全没有。不是，我觉得这好像是做饭的。都有，他其实。主事人要不要给？我都不知道。
这个其实它没有任何的一个行业的划分，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你在这个公司领域，你会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创始人，你是一个核心的存在，你就可以称之为是你是这个地方或者是这家公司或者这家餐馆的主理人。户主，简称应该就是管事儿的，就是开个咖啡厅，然后你是老板，你就是这个咖啡厅的主理人，对，就是这个意思。是把你们管事儿叫来啊，就这他好像，但是他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词儿，他一定还是有一点特殊的意义。他为什么不说这就是一 CEO 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叫主理人呢？它特殊的意义是在它很洋气。哦，是这个意思。网络用语啊，不必深究，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理人，是这样。哦，这就好理解了。对，就像是很多我们的剧粉，他会说婉之也是自己命运的主理人。对，所以他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地的划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主理人。这事儿不能抢吗？我要当主理人不行吧？你可以。也可以，还可以抢。是你这是今天咱们这场直播英文板块的主理人。OK， 好的。那分享完这些词汇之后呢，其实大家看到我的山与海当中，其实有特别多温馨，包括感动的这些桥段。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主创以及此刻正在直播间观看本次直播的各位观众，来重温一下这些感人走心的片段。看完之后呢，我们也邀请几位主演，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拍摄之后的这个事情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片段。肖叔叔，婉之，你可回来了！您怎么在这儿啊？我跟你爸一起来的。他在哪儿？婉之回来了。哎呀，婉之，你看我，刚才你没回来，我只是想考虑歇一会儿，怎么就迷愁了？到深圳来闯荡是你自己的决定，那你就必须用你的能力来证明你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那就再见了，回去吧，记得打电话啊。我怎么没听着你叫一声爸呀？啥呀这是？婉之，咋这么多钱呢？准是我给他煮方便面的时候。你爸可真好啊！我知道你要强，明天咱去邮局，把钱给他汇回去就完了啊。那他真的会伤心。这一段真的是很多人都反复观看的部分，因为它其实刻画了就是父女之间的这一份挣扎、拧巴，包括其实婉之内心的这种愧疚和自尊。所以我们也想让松韵和我们的王劲松老师两位来分别聊一聊自己在刚刚这个片段当中的感受。松韵先分享一下吧。好，这场戏其实我特别喜欢，它没有大起大伏的东西，就是两个人坐在那个叫什么，就那个破破的小出租屋，一个四方形的桌子，面对面的聊天，平平淡淡的，好像你一句我一句，但是这每一句的平淡，就是我现在带入的是婉之哈，就是他的内心都是非常波涛汹涌的。当他爸爸决定说，给你带来了这个，就是他选择了尊重你的决定，他依然很担心你，依然很希望你好，但是你依然很倔强、很坚持的说，我还是要留在这儿的时候，那作为爸爸，他能给到的就是，那我尊重你的选择，然后在我能给予你的帮助的基础上，给你一些帮助。然后婉之就会他只能够低着头，他甚至有时候都不敢看他的爸爸。然后一直要牵扯出一个微笑，告诉你我很好，你放心，我很好，谢谢你。就是，所以我还挺喜欢这场戏的。确实，就是很多网友看完之后也感同身受，因为确实当下的婉之，那个年纪的婉之，就是一个最自我较劲的一个年纪。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松韵完全刻画出了当时我觉得婉之应该有的那种状态和大家能够感受到的那种感受。那我们也问一下王劲松老师，因为其实刚刚这些台词每一句都很简单很朴实，但是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让观众有感受。那要不要你也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片段的这场戏记忆犹新。
里边的每一个调度、每一个台词，我都能够想起来。这场戏拍的时候是心里很难受的啊，其实很淡，演的时候很淡，尽量的没有用情绪去演这场戏，还是都是装在心里面了。首先第一点，他为什么要坐在那个门口，就是离这个门那么近啊？他靠在那等方婉之回来，他为什么不在外面坐着？能看到就是在方婉之在场景出现的时候，他进这个出租屋之前有一个打麻将的地方，是房东和几个人在打牌，那个地方是有椅子的，也是进这个房子的必经之路，他也可以在那个椅子上坐。导演为什么要把孟思远等待的位置选择在他的房门边上？这是一种渴望，他知道打开这扇门就是女儿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这个环境对于他来说是最亲切的。那么他想的就是在尽可能的接近这个环境，也是尽可能的接近了自己的女儿，所以他靠在这个门边上。这对于孟副市长来说，这是他到深圳来最希望得到的，也是最希望近距离接触的。他带了钱，他又不愿意让女儿知道他给这个钱。大家很多是年轻人看这个戏啊，我们一定要回到30多年以前去考虑这个人设。因为就对于我来说啊，我20多岁的时候，我的工资不够用了，我钱花完了，我情愿跟朋友去借5块钱，我也不可能跟家里去开口。那个时候太难了，那个时候把这种自立，不跟家里人要钱，是当成一种自立的标志，自己成长的一个标志。我能够不花家里的钱，不花父母的钱，不开口，那是心里边是一种很自豪的，也是往前走的一种动力。所以一定要理解这样的事儿，为什么说的那么淡，说的越重，女儿越不会接受这个钱。女儿也是一样，她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一声爸，既然在那天吵架，那个在墓地，方校长的墓地吵架了，已经说了这样的话啊，那个父亲说了，说这个你这个称呼，我承担不起。那么什么时候能承担得起？在婉之的心里面是说，我要做好，我要做出一个样子，我要让你看到，我才有资格喊这一声。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为什么娟儿在旁边一直不理解这个事儿，说怎么没听你喊一声爸呀？喊不出来，是因为他觉得他做的还不够好啊，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松韵，因为其实这个父女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那而且我看到，其实2位老师都有在社交平台当中发一封非常非常长的这封信，其实都有在描述关于这份情感厚度和浓度。那我们也问一下松韵，就怎么样去理解这份如此复杂交织的这个养父和婉之之间的感情？其实那封信表达，也就是说养育之恩重如山。当然了，后面好像今天，网络平台它会更新到就是和解了，啊，他叫孟爸爸爸爸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和解不是说父女之间解除什么误会，因为他们压根儿其实从来都没有过真正的隔阂。我觉得那是他对于就是婉之终于放过自己了，他承认，我是值得被爱的。我可以坦然安心的做他的女儿，我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孝敬他了。那这个转变呢，我觉得是这3年时间带来的，他在这段时间里的经历，他看到一次一次爸爸的变化。因为爸爸其实在校长妈妈还在的时候，他忙于工作，可能不像妈妈对于女儿那么近那么近。然后到后来妈妈走了以后，就只剩他们俩了。爸爸每次来看他，每次给予他的关怀，那都是实打实的。婉之就是非常的，已经在他心里是非常确定，这就是我的爸爸，我一生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然后
自己呢在深圳打拼，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很冲动的，到他慢慢的冷静了，然后到他在创业的路上变得野了起来，就是开始进入自己生活的轨道的时候，他也会成长很多，他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也让他成长，就每一个经历都不是白来的。然后直到那一天吧，我觉得就是他看见爸爸在那里背对着他，然后蹲在地上，把一样一样婉之爱吃的东西很平淡的还跟以前很日常一样拿出来以后，我觉得那一刻他就喊了。并不是说因为那一次爸爸这样他就喊，而是这么多年的一个经历和成长，在那一刻他就是放过自己了，他要去承认你就是我最爱的爸爸。谢谢松韵的解读。所以其实有可能那一声爸爸在自己心里已经喊了很多很多次，无数次了，只是在那个节点当中和自己和解了啊。对，所以刚刚我们分享到的是养父的这个父爱非常的感人，那其实生父的部分也会有很多观众因此而落泪。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片段。美儿，我可算找到你了。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知道了，我听说玉县国营食品厂正招工呢。工厂招工需要什么条件，你知道吗？那不是孟副市长已经换的噻。我跟孟副市长已经断绝关系了。不看生面看死。你闭嘴！吃完这顿饭赶紧走人。你怎么把他折腾来的，怎么把他送回去？你要是不帮他儿子找工作，他就不带何大爷走，这是赖上你了。翔哥来了，翔哥，你再宽限几天。少废话。我真的没钱。兄弟们，把他摊儿给我砸了！哪个敢动我闺女，我就跟哪个拼命！现在还钱，天经地义。你是他爸，你替他把钱还了呀？钱就好多钱，10万。10万！赶紧走，赶紧走！这关你什么事啊？我做大。哎，跟你有什么关系？快走！好的，谢谢。哎呀，看完这一段，你看看，咱得问问刘伟老师了啊，因为其实何永旺爸爸绝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完美的爸爸啊，但是呢，他去到深圳之后呢，又会有很多触动人的一些小的细节，所以说想问一下刘伟老师，你怎么去理解这个生父何永旺，他到底是想要钱，还是想要保护女儿？就这个初衷，他到底是怎么样去选择和切换？我觉得两个好像都不是，我觉得就是想赖在那儿，赖在女儿的身边。我觉得他其实特别是当我如果没有我有孩子的经历哈，或者是再想起我的父亲，然后我做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可能会有像刚才您给我这个选题一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往往到了我这个年纪，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我去理解他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一个是在乎我这个人，我这个角色，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对吧？至于剧情，至于角色，至于对手，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因此我就不是想。其实赖在那儿的方式，他多数还是情感上的一个依赖，还想找一个情感上的归宿，起码对他自己的这些年来啊，他的愧疚也罢，或者他的这个层级的人的他的心理也罢，都是一个赖在那儿不走的理由。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不愿意走。就是舍不得走。如果你真是有一个，那么样的一个女儿啊，又漂亮又能干，哪有父亲愿意离她而去呢？更何况他们是这样的一段经历，走到那一刻的那样的一个人物关系，我是这样想。好，谢谢刘伟老师啊。所以说赖着不走，对不对？就是
哇，也是一种不一样的这个父女之前的情谊啊。那刚刚我们聊到的这2种感情，其实都让网友非常的喜欢，而且感受的很触动。那聊完了温情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要切换一下视角，我们去聊一下欢喜冤家的部分。那说到这个欢喜冤家，就一定要说到我们婉芝和高翔的这个部分了。其实我们的网友也做了很多特别好玩的二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二创视频。钱是你的了。一唱，咱们俩狭路相逢，不打不相识。有赚钱的买卖带上我啊！黄婉芝，你搞到钱了？合伙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各尽所能。哎呀，你看看，过好日子的时候比较帅哈。啊？什么？我觉得你们2个呀，过好日子的时候又帅又漂亮的哈，看出来了，日子好了很重要，很重要。抢劫的时候染个黄毛也还可以哈。那2位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婉芝跟高翔，就是各自在生命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我们先让松韵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存在？我看到了有网友给我们起了一个 CP 名儿叫一碗高汤，我觉得就是一碗高汤的存在。为啥呢？很有营养。就是我们前期来到深圳，我们还是20多岁的时候一起经历的这些事情，每一次都是像在这碗汤里面加了各种料。然后当我们一起过了10几年或者几十年，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料已经把这2个人关系就是炖成了一碗高汤。这很有营养啊，很有营养，很有营养。而且你可能加1勺盐的时候，你觉得味道还行，再加1勺醋，味道也还行。当你把最后你回看加了很多调料，真的就是一碗高汤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一样。又有时间的沉淀，又有料，然后又有营养啊！来吧，你看咱们这个美滋儿的，对，它不是说你说浓汤宝好，那个我是啊，你说没说完是吧？差不多了，差不多。来吧，我们高汤。您说，到我了啊。好，我是认为高翔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高翔的出现不是要改变方婉芝的，我更多认为是来成全方婉芝的。就是在高翔的心里，其实没有想占据方婉芝这个人，因为方婉芝是一个比较善于照亮别人啊、扛事儿啊、往前冲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高翔可能更多想做一个让他不用设防的人，因为高翔其实很能懂他，因为知道他他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很坚韧，然后很坚强，然后一直往前冲的一个强人，但是高翔知道他心里也会累，然后也会疼，也会默默哭泣呀，然后也会有一些软弱的地方，看到了他的柔软。对，还是想说能够作为他心里的那颗支柱算不上吧，就是可能很多说是知己，但是我觉得高翔可能更多想作为他的底气。就是他们可能到最后是走不散的家人，就走了一辈子家人，但是高翔更多是希望能够成为方婉芝只要是一回头就能看的那个人。一回头就可以看到的人。哎呀，来吧，那接下来既然刚刚说到了又是知己又是支柱，双方也非常了解对方，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就是要请2位慎重的进行一个选择，看一下你们的选择是否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会问到一个问题，会有 yes 和 no， 那如果是 yes 你就可以比一个这个圈，如果是 no 就比一个叉，好吧？我们看一下2位的选择是否是一致的。首先第一道题，方婉芝和高翔都觉得自己比对方更需要对方。
啥意思？没听懂。自己比对方更需要对方，也就是说，就是对方更需要自己。哦，你们会觉得其实自己的存在更重要，就对方其实是更需要自己的。哦，啊，是对还是错？哎，都不对。方婉之不需要我啊，方婉之就是人家是女强人，我只需要默默付出。需要借钱的时候，还是会想到高校长的。需要那个上学的时候，有事了才想起来。对，没事了，然后我就你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好啊，这个第一个都觉得这个自己 OK 啊。好，下一个，请问高翔是不是剧中父亲们公认的预备役女婿？那这你得问两位父亲呢。先看一下两位的选择。哎呀，这还挑起了小红心儿。哎，这可不是一般能触发的啊！你看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哎呦，比圆比成了心，所以他就果然是我们的预备役女婿啊！连我们这个系统都认证了。你看看林瞅瞅，那我们也问问两位父亲吧啊，这个是不是两位父亲认证这个预备役的女婿？我们先问一下孟爸爸。你们咋没有？你们我咋补不出来？哎，何爸爸不同意。李老师，我爸爸没有心。不是我，对于我来讲，对于何永旺来讲，他没有资格去认证，这个女婿这样的被别人养大的，然后满怀愧疚的这样的一个女儿，她是没有资格的。你要说有希望，那当然是希望，但说如何就包括这个，我看了全剧 OK， 我知道。那在剧本当中，我见的高翔就是欺负人的高翔，带着一帮小朋友欺负我女儿的高翔。所以再加上我们再稍微往远了分析一点的话，他也没有这个何永旺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能力。对，然后对你这个怎么说，这道歉都来不及呢，你还有功夫认证吗？就是完全没有机会，没有机会。那我们问一下孟爸爸呢？王劲松老师觉得高翔 OK 吗？他特别认同高翔，他跟小高一见如故。在那个年30的晚上嘛，就是那次送吃的东西来，跟那个高翔俩，他过了一个除夕夜，就天天问女儿，问方婉之说那小高呢？那孩子挺好的啊，他其实挺认同他，他觉得小高谈吐啊，然后又很开朗，还有一个小高嘴甜，真是聊到一起会说，对，优秀的销售，对呀。金牌劝学歌，好，所以这个也受到了我们这个爸爸的这个同意和喜爱。那接下来我们的第3道题，大家请做好准备。高翔帮婉之借到钱的时候，其实婉之后来转身跑回去又拥抱了一下。那在那一刻，高翔心里是暗爽的，这个是对还是错？我们让高翔自己来比划一下。高翔当时是暗爽的，你想比也行。你想比也行，婉之觉得他是，婉之觉得我觉得是，我觉得也是吧。哎呀，那必须是呀。你看看平时高翔在婉之心里都是在婉之面前都是什么待遇吧？能给他一个拥抱，他能不爽？终于给一次好脸了。是，而且还是这个又跑回去给突如其来的这个拥抱啊。好，那接下来下一道题也是我们很多观众对于剧情走向的期待，这道题非常重要。请问最后方婉之和高翔在一起没有？这个真的是要谨慎回答了。来吧，那我们松韵和志平在一起呀。最后方婉之和高翔，我只能说是拭以待吧。对，是之后续，请看，接着往下看。哎呀，你看看
这两位嘴都很严啊，这个敬请期待吧。那当然，具体是什么走向，在这里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锁定优酷的生花剧场，我的山与海，优酷 SVIP 会员多个 S 多很多，开通 SVIP 看我的山与海更新日期现提前多看1集，更有真享 4K 超高清、专属音效、专属弹幕等40项特权，赶快开通 SVIP 看我的山与海，更多福利等着你。来看一下后续剧情究竟会怎么走，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的山与海。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个互动是跟我们学员相关的，叫做晚知知多少。那在场的都是我们晚知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到底了不了解晚知。下面大家手边有没有笔和纸？有，我们有。我会问一些关于晚知的问题，那请我们的4位都进行作答，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和我们晚知本人是不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好的。那首先第一道题，大家觉得晚知最爱吃什么？晚知最爱吃什么？这个很细节了。有选择吗？还是我们就直接写呢？给大家这个几个方向吧，有这个广东早茶，有姥姥做的饭，还有泡面。没有饺子刺身吗？没有。饺子刺身，还炸油条包子呢。哦，没有饺子刺身呀。哎呀，选一选吧。松韵已经写下答案了。来吧，大家如果写好的话，就可以举起来了。那我都不用写，要写啊，最好如果有笔和纸的话可以写。如果王老师那边没有的话，我直接说了，我直接说了，广东早茶。所以王老师觉得是广东早茶，我觉得广东早茶。我觉得是那个姥姥做的菜，于姥姥做的菜。啊，姥姥做的菜。我觉得是嗨椒吧。嗨椒啊！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没听过？辣椒。辣椒。高翔呢？没有饺子刺身这个选项的话，我就选广东早茶。那我们现在请松韵揭晓一下晚知爱吃什么。于姥姥做的饭菜。姥姥做的饭。哎呀。但是刘老师说的也对，因为于姥姥做的饭里面肯定有辣椒。姥姥做的就是辣的。对，它是那个贵州菜嘛，都是辣的。对，对。好，那接下来下一道题，请问方晚知最害怕的是什么？也是给大家一些方向吧啊，最害怕没有人陪伴，还是最害怕公司破产，还是最害怕和家人吵架？哎呀妈呀，都挺害怕。哎呀妈呀，我以为你差点我就要写老鼠了。嗨，老鼠。那如果是这几个的话，想一想，我觉得是孤独吧。孤独，对，我还选2，公司破产。我选破产。哦，2个公司破产，然后我们刘伟老师觉得是孤独啊，因为我是从他前面的那个从学校那个经历过来，然后为什么要去深圳？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其实看似独立，其实挺害怕孤独的，不过是逃避的一个方式吧。那我们让松韵来揭晓一下答案吧。最害怕什么？你这个财迷，你这个财迷，这是立足之本。老爹，你还是多陪陪你的女儿，多了解了解她吧。你这一点很像你的生父，财迷。何爸爸还是多了解了解吧啊，了解了解怎么晚知啊，最怕公司破产。好的，因为我都害怕。何爸爸说的也没有错，就是但是那个东西它不是排在说当下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所以我选择公司破产。公司破产，我一系列都完蛋了。对。公司破产，身边没人陪了，然后呢就得跟家人吵架，连锁反应。好的，好，下一个，
如果是住在一起，家里面最唠叨的人会是谁？婉之、高翔、孟思远、何永旺。如果是住在一起的话，最唠叨的人会是谁？高翔。不能这么说，王老师，人家我也同意是高翔。我是那个工作时候是唠叨，松阳可不一定。你觉得是谁？我也觉得是高翔。那志婷，你觉得会是谁？难以选择。可能是方婉之。婉之。啊，这仨，这个选的好，他们仨都特别能唠。确实，如果放到一起的话，更能唠了。对，我都是属于插不上嘴的那种。不是，何爸爸是话最少的。何爸爸话不多。高翔是话最多的。高翔只要是遇到方婉之，他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通输出。哎呀，一顿输出。对，你看这个人才市场的那些戏，他都是从头说到尾，从头说到尾，连蒙带骗的。高翔是嘴碎话多，然后他是跟孟爸爸俩人一起能聊好多，什么都聊的，聊工作，聊家庭，聊生活，聊婉之，聊时人，他什么都聊。然后何爸爸呢，他们聊的方式不一样，他就一直会也是挺嘴碎的。哎呀，你个女娃子，这还川普，你这个女娃子，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哎呀，我也没有，特别是在他找理由的时候，他的话也是很多的。好的，那我们最后一道题是，婉之如果要去孤岛，一定要带剧中的什么？最后一道题喽，婉之如果要去一座孤岛，一定要带剧中的什么？第一个选项是小朋友，第二个选项2个爸爸，第3个选项带高翔。好，小朋友是3姐妹吗？是那个猫。那只猫。我觉得会带那只猫。我的答案不在这3个里头，现在。那是哪儿猜？不在。你可以猜个方向。猜个方向。总不能去孤岛把这个公司带过去吧？带去也没用啊。也是。这个方向必须得是人是吧？你带着必须得是人。不一定是人。我耳机掉。带点吃的。带点吃的。带点啥呀？带手机。不能带上市，就是不能带人是吧？可以，都可以。可以是人，也可以不是人，他都可以选。有没有个大概范围？那我们这样，我们让松韵揭晓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来，松韵。叉烧包。哎呀，吃的还真猜对了吃的还真猜对了。吃的，谁猜的吃的？真的。对，高翔刚刚猜的，高翔猜的，牛。高翔猜厉害，还是了解。真是不愧是我们知己。好的，谢谢我们的4位啊。那我们今天温馨美好的这个家庭唠嗑局其实要接近尾声了。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真的特别感谢每一位观众对于山与海的支持和喜爱，尤其是大家对于我们的方婉之也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关注方婉之在深圳后续的打拼历程。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我们的3位，我们方婉之在剧当中非常重要的3个男人，我们每人为婉之送上一句祝福，好不好？当然也可以安利一下我们这份剧集，作为我们今天家庭唠嗑局的一个结尾。然后最后我们让婉之可以自己来分享一下。那首先我们先让高翔来，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婉之或者是祝福都可以。那肯定是希望婉之幸福啊，这是高翔心里最想说的话嘛。就只要他幸福快乐，健康就好嘛。然后就是咱们这部剧吧，我认为在我的山与海中，大家是能看到最戳心的人间与真情吧，和最动人的陪伴与成长。所以剧集还没有播完，后面的剧情值得让大家慢慢等，认真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山与海，谢谢。好的，多多支持，希望婉之幸福快乐。接下来我们王劲松老师。我用孟思远的话来说吧，
希望婉之在深圳这个地方，多照顾好自己，不要太累，要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上的事情。要记住，在遥远的贵州，有生你的小山村，有养育你的玉县，还有你的母亲方校长和孟副市长，经常回来看看。哎呀，一秒带入了，谢谢孟爸爸。接下来我们刘伟老师何永旺会为我们的婉之送上什么样的祝福？婉之，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哈，我只能说一个短暂的这个很短的一个小故事。那么我有一次我们转场的时候，我跟那个松韵在一个车厢，然后我们大概转场差不多能有6、7个小时的火车的，还是7、8个小时，总而言之很长的一个高铁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在这一路上，那个我有一点小的感慨，就是因为那个松韵坐在我的斜前方，然后他一路上居然就很少看手机，然后看 iPad，后来我就溜过去看了一下他那 iPad 的内容，他在看戏，看一个剧，然后剩下的时间他就在偶尔翻书，在看书。我就觉得这一路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了这一个角色以外的另外一个演员本人他的生活当中的这样一段，所以这个往深了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这么一个事儿吧。总而言之就是用刚才就那话问我那话叫什么来着？老几？爱你老几？对，松韵，爱你老几？真好，谢谢，不客气。那松韵要不要分享，就是自己有没有对于婉之的祝福，或者是也可以和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稍微浅剧透一下后续剧情，我们婉之会在深圳会有怎样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剧情走向？松韵，我先说何永旺吧，因为后面呢，大家也会看到非常多我们俩很有趣的，然后也很感人的一些故事。然后，就像开头王劲松老师说的，因为年代不一样，所以大家站的角度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就从中看有共鸣的，或者感悟到一些什么的，希望也不用去评判当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啊，这是我们倩的扮演者希望在我们开机围读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好。然后婉之之后也会跟他的生父和他原生家庭和解，但与其说和解，我觉得更准确的是释然，就是他在对自己来时路，他就给了自己来时的路的一个温柔拥抱。我站在婉之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系列吧都是他的成长，他在里头有迷茫过，有任性过，有冲动过，有太多的这种形容词都可以形容他。但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他的原生家庭也好，再生家庭也好，来到深圳遇到的2个姐妹还有高翔，一系列他的经历都将成为他丰满的翅膀。这是一个成长的故事。这个成长里面有包含了那么多的东西，也是很精彩，很细腻，很温暖。也希望能够给到观众一些力量，因为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跟我反馈，我甚至还有一个朋友，我都不知道他的经历，他给我发了我才知道。他说婉之，他说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剧组这个戏的班底和每一个角色，他说每一次看都触动他，他每次看他都会落泪，因为他会想到自己的经历，他也是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被遗弃过的。然后他说哇，我看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治愈，
他说原来我们这样的人是不只是一个人，是甚至是能被看到的。然后在这一刻他觉得治愈了自己。哎呀，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慨。我也特别感谢山与海，我就说山与海这个戏希望能给到大家一个拥抱吧。也请接下来多多的关注我们后面的剧情，多多的感受每一个人物的成长。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松韵，也谢谢松韵非常有力量的表演啊！给每一个观众一个拥抱，那大家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拥抱，爱你老几，对不对？因为很多观众特别喜欢我们的剧名叫做《山与海》，因为其实究竟山和海代表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像有一句话，人生海海，山山而川。那也许所有的美好就在自己的眼前，对不对？也希望大家好好的疼爱自己，在生活当中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然后呢，我们在这部剧当中收获到4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份能量。再次感谢各位比心喽，谢谢各位，谢谢。他这怎么什么都有啊？我们都没有。你别动，你比着别动试试。那利用这个撒花，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优酷生花剧场支持我的山与海，优酷 SVIP。多个 S 多很多，开动 SVIP 看我的山与海，更新日期现提前多看1集，更多福利等待着各位，撒花撒花，谢谢各位，撒花，谢谢，多多支持山与海，谢谢，谢谢。